我女儿13岁，1.67米，个头已经超过我了。很多人问我给她吃了什么，我会经常炖这道鸽子汤给她喝。一哥剩9鸡，准备1只老鸽和几块排骨，把鸽子剪小块方便食用。很多人喜欢把鸽子焯水，那样营养会流失的，所以我们只需要用开水烫一下就可以啦。然后加2片姜，外加太子参、黄芪、麦冬、无花果、蜜枣，这些都是不皮不气的好材料。洗干净放入炖盅里，一次性加满浓糊3钱，扣盖放入高压锅里隔水炖，用高压锅压30分钟。出锅只需要加盐调味，这样炖出来汤汁清甜，肉质滑嫩，孩子也特别喜欢喝。国庆节给孩子安排起来，可以跟猪心炖，也可以跟瘦肉炖。如果你工作经常熬夜加班应酬，还喜欢喝点小酒的，这道福建特色猪心汤要经常喝。首先准备21块钱的猪心，2块排骨，冷水下锅焯水，放入2片姜，倒入料酒去腥，焯好洗去脏东西，一入砂锅里，外加这个搭配好的好材料，有洋甘草、西洋参、麦冬、无花果、蜜枣、枸杞，把它清洗干净放入砂锅里，一次性加满我家的自来水，扣盖水开小火煮45分钟。出锅加枸杞、盐、鸡精调味，也可以直接煮水喝，炖鸽子、炖瘦肉。俗话说肝漂亮脸蛋就漂亮，喜欢熬夜看手机喝小酒的，这道汤要经常煲来喝，好处多多。秋天的第一颗板栗，一定要把它做成糖炒栗子。你可以不来福建，但一定不能错过这道福建经典牛排汤。自己在家做，味道跟街边牛肉馆的一模一样。20块钱的牛排，冷水下锅焯水，放入去腥3件套，大火煮开，焯好直接在汤锅里洗去血沫，一入砂锅里，外加当归、白芍、川芎、熟地。您瞧好了，这就是经典牛排汤的配方。然后加1块老姜，半碗味士达，一定要加足量的开水，扣盖水开小火煲89分钟，不用加盐，这味道真的太香了。以后想喝牛排汤呀，就自己在家做，味道跟街边牛肉馆的一模一样，学会做给家人喝，营养又温补。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13岁的女儿能长到1.67米，个头已经超过我了。我会经常炖这道排骨瘦肉汤给她喝。准备1块梅花肉，切花刀，方便炖出味道。无需焯水，把排骨放入炖盅里，再放入瘦肉。然后准备这包料有太子参、麦冬、黄芪、无花果、蜜枣，这些都是健脾补气的好材料。清洗干净放入炖盅里，一次性加满我家的自来水，盖上盖子放入高压锅里隔水炖，用高压锅压25分钟。出锅只需要加盐和枸杞调味，这样炖出来的汤清甜的，孩子很喜欢喝。1周安排1次，夏日可以炖猪心、炖鸽子，国庆节要多给孩子炖一炖，好处多多。福建人喜欢吃的早餐锅边糊，原来这样做才好吃，汤鲜料足，吃一次就念念不忘的。首先准备屏幕上的这些食材，油热放入葱末炒出香味，然后放入大虾、香菇，大火炒出香味，再倒入1大碗闽江水，再放入自己喜欢吃的蛏子，水开把腌制好的瘦肉片一片一片的挖进去。我一直用的是这种锅边糊片，它的配料只有大米、淀粉和水，无需磨米浆，易保存，随吃随煮，非常的方便。取一把放入锅里，用铲子翻拌均匀。调味加1勺虾油、生抽、盐、松鲜鲜，适量的胡椒粉，1把紫菜，再放入1把青菜更营养，煮至断生，最后撒入迷人的小葱花。这样福建特色锅边糊就煮好啦，真的是太鲜太好吃了，锅边糊滑滑嫩嫩的，喜欢吃的赶紧动手试试吧。我家孩子特喜欢吃牛排，但是我从来不带他去外面吃合成的，自己在家做真材实料，吃得放心。首先准备201块钱的黄瓜条，切成1厘米厚的片。想要牛排吃起来鲜嫩不发财，先用刀叉擦一擦，再用刀背敲一敲。加入洋葱丝，打入1个母鸡蛋，倒入1勺淀粉，1克小苏打，倒入1包我家回购几十次的华氏牛排腌料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腌制2个小时以上。
再倒入1勺食用油锁住水分，油热放入腌制好的牛排煎，煎至一面金黄，翻一面煎，根据自己的喜好煎至7成熟即可，切成小块即可享受美食，就是这么简单快速，味道比西餐厅的还好吃。福建特色花生牛奶，以后想喝不用买，自己在家做很简单，1分钟学会。首先准备500克的花生米，想要花生米快速的脱皮，只要倒入开水提前浸泡1个小时，1个小时后用手一抽，皮就很容易掉了。把抽掉皮的花生米捡出来，然后把它倒入高压锅里，根据自己的喜好加1块老冰糖，加水没过食材，盖上盖子用高压锅煲1个小时，把花生米煲的软糯就可以啦。然后只需要加入1瓶的纯牛奶，再大火把它煮开就可以啦。这样福建人从小喝到大的花生牛奶就做好啦，香甜软糯，奶香浓郁又丝滑，可以趁热喝，也可以放冰箱冷藏一下，口感会更好，特别适合老人和孩子喝的一道甜汤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哈。花螺别老是盐焗和白灼了，教你福建特色的做法，肉质鲜美，原汁原味。首先准备6块1斤的花螺，倒入1小勺盐，用手抓拌揉搓一会儿，再用清水清洗干净，沥干水分，放盘子里备用。然后放入几瓣蒜，增加蒜香味，倒入少许盐松鲜鲜，倒入1勺茶籽油、生抽、料酒，用筷子翻拌均匀，使花螺裹上调料汁，再放入蒸锅里，水开上气蒸9分钟。家里有条件的再撒入一些迷人的小葱花，蒜香浓郁，肉质鲜美，连汤汁拌饭都好吃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哈。福建特色咸橄榄，它可是个好东西。入秋后天气非常的干燥，用咸橄榄炖瘦肉，清甜好喝，润润活。采用的是新鲜的橄榄，用盐腌制，颗颗都很饱满。把它洗去盐混，炖盅里放入瘦肉，加入5毛钱的花螺，放入2-3颗的咸橄榄，一次性加满浓糊3钱，扣盖放入高压锅里隔水炖。用高压锅压30分钟，瘦肉与花螺的鲜甜带着淡淡的橄榄香，不加任何调料汤都很鲜美。秋季干燥要经常煲这道汤给家人喝。牛肉买回家别老是红烧和煮汤了，教你做跟西餐厅一样好吃的黑椒牛肉片，3个孩子超爱吃。首选牛里脊肉切成厚厚的薄片子。黑椒牛肉片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法式黑椒牛排腌料。很多西餐厅都在用它，再倒入1勺食用油，其他调料都不用放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腌制30分钟。锅烧热，倒入少许油，油热放入牛肉片煸炒，炒至变色即可盛出，这也是牛肉鲜嫩的关键。锅留底油，放入青红椒、洋葱，炒至断生。接下来倒入牛肉片，把它翻炒均匀即可出锅。这样鲜香滑嫩的黑椒牛肉片就做好了，跟西餐厅的一样好吃。没去过东南亚的一定不能错过这道风靡东南亚的肉骨茶，一日3餐都有人吃它。准备1斤排骨，冷水下锅焯水，放入姜片，倒入料酒去腥，水开撇去糊沫，焯好捞起，用温水清洗干净，一入砂锅里，放入几颗带皮的大蒜。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东南亚的肉骨茶调料包，别有一番风味。取一包放入，倒入3斤的纯净水，扣盖小火炖1个小时，出锅加味斯达调味。真的太香太好喝了，汤香味美，暖心又暖胃，喝完身体暖乎乎，搭配油条更经典。福建人喜欢吃的煮米粉，今天教你猪杂汤米粉的做法，吃饭没胃口来一碗太过瘾了。首先准备一些猪杂，倒入1小勺盐松鲜鲜，1勺料酒、淀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再腌制10分钟。然后倒入1勺食用油，锁住水分。我用的是这种正宗的闽南虎头米粉，不管是自己吃送礼都很不错。家里常备一箱，可以煮着吃，炒着吃。水开后放入米粉，煮5分钟，煮熟后捞起，把它铺在大碗里。锅中烧水，放入姜丝，水开倒入腌制好的猪杂煮，再次水开撇一下糊沫，倒入1小勺盐鸡精，最后放入葱花香菜，煮熟后就可以出锅啦。把它倒在米粉的上面，再倒入1勺香喷喷的葱油。吃饭没胃口的时候就煮1碗这样的猪杂汤米粉，真的太好吃了。鲈鱼烧豆腐，我觉得这才是鲈鱼好吃的做法，一次3碗米饭不够瘾。准备20块钱的鲈鱼，两面切花刀，再切1块豆腐。锅烧热，倒入少许油，油热放入鲈鱼煎，用中火慢慢的煎，煎至一面金黄后翻一面煎，把它煎至2面金黄，然后盛出备用。锅留底油，放入豆腐煎，
同样的把它煎至两面金黄。接下来放入煎好的鲈鱼，再倒入姜蒜调料汁，1碗清水，扣盖小火焖煮5分钟。出锅撒一些葱花、青红椒，真的太鲜太下饭了。晚上熬夜不肯睡，早晨起不来，都说熬夜喝酒最伤身体了。这道福建小肠莲子汤要多煲来喝，好处多多。清洗干净的猪小肠塞入泡好的莲子，再把它煮成3颗一煮，然后把猪心、猪小肠冷水下锅焯水，加姜片、料酒去腥，大火煮开，焯好直接在汤锅里清洗干净。然后用剪刀把猪小肠剪成小段，方便食用。砂锅里放入猪心、猪小肠2片姜，外加养肝草、西洋参、麦冬、无花果、蜜枣、枸杞，这些都是搭配好的好材料。洗干净放入砂锅里，再一次性加满我家的农夫山泉，后盖水开小火煲40分钟。也可以直接煮水喝，或者炖排骨。没错，这就是福建人喜欢喝的小肠莲子汤。俗话说肝漂亮脸蛋就漂亮，喜欢经常熬夜喝小酒的这道汤一定要试试。干锅花菜很多人喜欢吃，但是很多人做不出饭店的味道。今天这个做法既简单又好吃。首先准备1块钱的花菜，把它切成小朵，倒入1小勺盐，倒入我家的自来水，浸泡10分钟，再洗去虫卵和农药残留。锅烧热，倒入少许油，油热放入洗干净的花菜煸炒，大火不停地炒啊炒，把花菜炒至断生。另起锅倒入五花肉，煸炒出油脂，再炒出香味，倒入葱蒜、小米椒。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酒店大厨都在用的干锅酱，有辣和不辣的2种。取2勺倒入炒出香味，用它做干锅土豆、干锅大虾都非常的好吃。最后倒入花菜和葱花，翻炒均匀即可出锅。这样做的干锅花菜香辣脆爽，比酒店的还好吃。因为工作我经常要熬夜加班到12点，有时心情不好还会喝点小酒。我每天都会泡这个金线莲茶喝，它的配料有牛蒡根、甘草、贡菊、决明子、金线莲，这些都是好材料，一罐里有18包。它的好处大家都懂的吧？喝法很简单，倒入开水浸泡几分钟就可以喝啦。1天1包，可以反复的冲泡，口感清香甘甜，非常的好喝。经常熬夜爱喝酒的要收藏啦。孩子长身体，父母一定不能错过啦。我每周都会炖这道福建猪心汤给他喝。13岁个头已经超过我了。25块钱的猪心从中间切开，瘦肉切花刀，然后冷水下锅焯水，放入姜片，倒入料酒去腥，大火煮开，焯好洗去血沫，一入炖盅里。猪心整个炖吃起来会更嫩，外加太子参、黄芪、麦冬、无花果、蜜枣，这些都是健脾补气的好材料。加纯净水，扣盖放入高压锅里隔水炖，用高压锅压半个小时，这样福建猪心汤就炖好了，加盐和枸杞调味，汤汁清甜清甜的，孩子很爱喝。家里孩子学习辛苦了，要多炖一炖，好处多多。1周1次，下次可以炖鸽子、炖瘦肉。入秋后天气干燥，小时候喉咙不舒服有咳，妈妈都会用福建咸橄榄炖汤给我们喝，清甜回甘，非常好喝。5毛钱的瘦肉切薄片，再准备这种咸橄榄，它是新鲜的橄榄，用盐腌制。家里常备1包，火气大、喉咙不舒服可以用来泡水喝，也可以用来炖汤。取几颗放入清水里洗去盐混，炖盅里放入瘦肉，放入蛤蜊使汤更鲜美，再放入咸橄榄1颗2颗都可以。然后倒入纯净水8分满即可，再放入蒸锅里，盖上盖子，水开中火蒸30分钟。这样炖出来的咸橄榄瘦肉汤不加任何调料，汤都很鲜甜。秋季干燥，这个汤要多炖给家人喝喝。福建泉州小吃店的老板靠着这道闽南老鸭汤在厦门买车又买房。今天把秘诀分享给大家。首先准备半只方鸭，不用焯水，直接用开水烫一下，使它营养不流失。然后夹出沥干水分，锅烧热，倒入少许油，放入姜片，倒入鸭肉，大火炒1分钟，把鸭肉的水分炒干，炒出香味。这样炖出来的老鸭汤才没有腥味。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汤包有当归、白芍、川芎、熟地，洗干净放入砂锅里，倒入1勺味士达，再一次性加满足量开水。扣盖水开小火煲90分钟，出锅再加几颗枸杞更营养，真的太香了，喜欢喝鸭肉汤的一定要试试，这香味完全抵挡不住。
福建特色台式卤肉饭，我家孩子隔三差五就要吃，真的太香了，家里孩子不爱吃饭的一定要试试。首先准备一块五花肉切成小方块，锅里不用放油，倒入五花肉煸炒，炒出它的多余油脂，然后倒入洋葱姜片炒出香味，倒入自己爱吃的鸡蛋和香菇，倒入一包台式卤肉汁，它是大厨调配好的，就不需要再加其他的调料了。加水没过食材，盖盖焖煮40分钟，再把它收至汤汁浓稠就可以出锅啦。这样一锅香喷喷的台式卤肉就做好啦，真的太香了，肉质软烂入味，汤汁用来拌米饭，我家孩子吃3碗不过瘾。福建特色巴浪鱼煮米粉汤，小时候妈妈过年过节都会煮一锅，满满的都是妈妈的味道。我选用的是这种高品质巴浪鱼，去骨去头去内脏，每一只都很新鲜。取几只把它撕成小块，再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，然后准备屏幕上的这些食材，油热放入巴浪鱼煸炒，把它炸得香喷喷的，这样子配稀饭也很不错哦。锅留底油，放入葱末香菇煸炒出香味，倒入煎好的巴浪鱼，倒入1瓢清水，水开放入鱼丸、米粉，扣盖把米粉煮软，放入腌制好的瘦肉片，调入生抽、盐、松鲜鲜，放入青菜煮至断生，最后放入香菜、葱段。这款巴浪鱼还可以煎着吃、蒸着吃，做咸饭都非常好吃。福建有一道名菜姜母鸭，原来做法如此的简单，全程不加一滴水，连骨头都是香喷喷的。准备半只方鸭，冷水下锅焯水，放入姜片，倒入料酒去腥，大火煮开，焯好捞起，清洗干净。砂锅里倒入半碗麻油，200克的老姜，小火煸炒，把它炒成这种焦焦的状态即可。再倒入鸭肉，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姜母鸭调味酱，闽南老板就是靠它一天卖200份。再倒入1碗福建老酒，不用加水，扣盖小火焖煮45分钟，中途打开盖子把它翻拌一下。哇，真的太香了，连隔壁小孩都馋哭了，既好吃又温补，下饭又下酒。每天做美食，家里怎么能少得了一把好刀呢？这把张小泉斩切2用刀是我一直想买的，它既能切又能斩，采用的是金刚刃材质，锋利又耐用。买刀就送一把剪刀，颜值高，剪什么都好用。这把刀非常的锋利，切五花肉就像切豆腐一样的轻松。它既可以切菜，也可以砍骨头，所以前面的比较薄，后面的厚一点。切鸭肉、切排骨也是轻轻松松的，信手拈来。福建特产巴浪鱼干怎么做才好吃呢？教你福建特色的做法，咸香有嚼劲，配饭配粥都超好吃。选用的是新鲜晒干的巴浪鱼干，去头去骨去内脏，每一只都很大个，倒入清水把它清洗一下，沥干水分。锅烧热，倒入少许油，油热放入巴浪鱼煎，用小火慢慢的煎，把它煎至两面金黄焦香。再倒入葱蒜小米辣炒出香味，放入蒜叶、淋1千福建老酒、1勺生抽，随便翻炒个3-5下就可以出锅啦。真的太香了，这款巴浪鱼还可以蒸着吃、炒着吃，都非常的下饭。1分钟学会厦门网红餐厅的招牌菜黑蒜排骨汤，真的是太鲜太好喝了。首先准备1斤排骨、7个哈利、1瓶黑蒜。排骨冷水下锅焯水，放入姜片，倒入料酒去腥。焯好捞起，清洗干净，移入砂锅里，一次性加满足量开水。再准备这个黑不溜秋的黑蒜，它的配料只有大蒜。常吃黑蒜好处多，健脾亏胃、消炎吞便，用来煲汤唇齿留香，回味无穷。当零食吃也超好吃，软肉香甜。煲汤一次只要用3个就可以啦。盖上盖子，小火煲40分钟，然后放入哈利再煮5分钟。出锅加盐调味，真的太香太鲜美了，营养好喝，好处多多，没喝过的一定要试试。这个随便一炒就非常好吃的糯米笋，酸辣脆爽，真的是百吃不厌。首先准备1块五花肉，切薄薄的片子，再准备这种糯米笋，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，只有竹笋水、食用盐，而且都是笋尖部分，非常的鲜嫩。倒入清水把它清洗干净，沥干水分。锅烧热，倒入少许油，油热放入五花肉煸炒，中火炒出多余油脂。再倒入姜蒜、小米椒、酸菜煸炒，大火炒出它们的香味。再倒入糯米笋，大火炒1分钟。调味加1勺生抽、1小勺盐、适量的松鲜鲜白糖。再倒入蒜苗，随便翻炒几下就可以出锅啦。
这样我的酸菜炒糯米笋就做好啦。酸辣够瘾，清脆爽口，真的是下饭又下酒。喜欢的朋友赶紧动手试试哈。入秋后冷热交替，孩子经常喉咙不舒服，半夜有咳，我就用这个福建咸橄榄炖汤给他喝，清甜回甘，非常好喝。首先准备6块1斤的花螺，1块钱的瘦肉。再准备这种福建特产咸橄榄，它是由新鲜的橄榄用盐腌制。家里常备1包，火气大、喉咙不舒服可以泡水喝，也可以炖汤。取几颗洗去盐混，放入炖盅里，一次性加满浓糊3钱，放入高压锅里隔水炖。用高压锅压30分钟，家里有条件的再放一些枸杞和葱花，淡淡的橄榄香，不加任何调料汤都很鲜美。秋冬季节学会多包给家人喝喝。今天吃鸡，湖北荆门特产风干鸡，不愧是地方特产，吃起来特别的香，肉质紧致，越嚼越香，越香越爱吃。它精选老母鸡，低温发酵365天，打开包装，香气扑鼻而来。看这个颜色多漂亮，再用剪刀把它剪成小块。吃法很简单，放入蒸锅里蒸5到6分钟就可以吃啦。打开盖子，哇，真的太香了！这个风干鸡一点都不咸，鲜味中带着辣香味，肉质紧致，越嚼越香，真的好好吃哦。男士们要经常喝的汤，工作劳累腰酸背痛，要经常煲这道猪脚汤给自己喝。首先准备10块钱的猪脚，冷水下锅焯水，放入姜片，倒入料酒去腥。大火煮开，焯好清洗干净，移入砂锅里，外加牛大力、杜仲、桂圆肉、黑豆、枸杞，这些都是搭配好的好材料。然后放2片姜，加几粒胡椒，加一勺黄酒更温补，一次性加满开水，扣上盖子，水开小火炖50分钟。出锅加枸杞、盐、鸡精调味，汤鲜味美，营养温补，学会经常炖给老公喝吧。清蒸鲈鱼到底是先浇汁还是先淋汁，很多人都不知道。试试像我这样做，口感滑嫩，简单又好吃。首先准备6块1斤的鲈鱼，打上花刀，碗里放入葱姜丝，1小勺盐，倒入清水，然后放入鲈鱼浸泡10分钟。这样蒸出来的鲈鱼肉质洁白还不腥。沥干水分放盘子里，再刷一层食用油，这样蒸出来的鱼肉更鲜嫩。水开放入蒸锅里蒸7到8分钟。出锅倒掉蒸鱼的清水，淋入1000蒸鱼豉油，再倒入滚烫的热油，激发出香味。这样做的鲈鱼鲜嫩多汁，好看又好吃。我家孩子特喜欢吃宫保鸡丁，饭店一份要30多，自己在家做成本不到5块钱，而且做法超简单。首先把鸡胸肉切成丁，加入1小勺盐、胡椒粉、1勺生抽、料酒、淀粉，用手抓拌均匀，再腌制5分钟，使它入味。油热放入葱蒜、干辣椒、花椒，炒出香味。倒入腌制好的鸡胸肉，大火煸炒，把鸡胸肉炒至变色。加入黄瓜丁、胡萝卜丁，翻炒均匀。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饭店大厨都在用的宫保鸡丁酱汁。这个调料是搭配好的，其他什么调料都不用放了。家里有条件的再加入一把油炸花生米，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出锅了。哇，真的太香了！每次做宫保鸡丁，我家孩子能吃2碗米饭。秋天天气干燥，家里有孩子的一定要多蒸这道羊肚筋山药汤，汤汁鲜美又营养，孩子特爱喝。这个羊肚筋我家孩子经常吃，要选择这种干品的拿来浸泡。羊肚筋营养丰富，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吃。清洗干净后倒入清水浸泡10分钟，然后准备一块梅花肉剁成肉末。山药是个宝，秋冬季节要多吃山药。用刀把它切碎碎的，调味加少许盐、葱姜水去腥。用手抓拌均匀，使它们混合在一起，然后把它们分成3等份，放入碗里，用勺子抹平整。每个碗打入1个土鸡蛋，先放蒸锅里蒸5分钟，使鸡蛋凝固。再把羊肚筋放进去，泡羊肚筋的水也不能浪费了，也倒进去。水开上气蒸20分钟。哇，真的太香了！再加枸杞、葱花、盐调味。汤鲜肉嫩、营养丰富的羊肚筋山药汤就做好啦。我家孩子可喜欢喝了。
我女儿13岁，个头已经超过我了，很多妈妈问我给她吃了什么，我会经常炖这道鸽子汤给她喝。一鸽胜9鸡，鸽子的营养非常丰富。准备一只50块钱的老鸽，用剪刀剪成小块，再准备几块排骨时汤更鲜美。剪好的鸽子一定不能焯水，焯水营养会流失的，用开水烫一下就可以了，再放2片姜，外加太子参、黄芪、麦冬、无花果、蜜枣，这些都是补脾补气的好材料，清洗干净放入炖盅里，一次性加满纯净水，盖上盖子放入高压锅里隔水炖，水开上气压30分钟。出锅后加盐调味，这样炖出来的鸽子汤，汤汁清甜，肉质滑嫩，孩子也非常喜欢喝。家里有孩子的，每个周末安排起来，可以跟猪心炖，也可以跟瘦肉炖。把茶油倒入巴浪鱼里，没错，这就是福建特色清蒸巴浪鱼的做法，味道鲜美，下饭下酒都非常好吃。巴浪鱼我选择这种新鲜晒干的，去头去骨去内脏，非常的方便，品质好，每一只都很新鲜。倒入清水随便清洗一下，沥干水分，放盘子里，放入多一点的大蒜，来一点姜丝，倒入1勺生抽、料酒1小勺白糖，家里有条件的倒入1勺茶籽油会更香。水开上气蒸8分钟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呀？这样清蒸的巴浪鱼越嚼越香，下饭下酒都很不错。福建特色鲍鱼焖鸡，学会了就是你的拿手菜，用来招待客人倍有面子。锅烧热，倒入少许油，油热放入半只公鸡煸炒，大火不停地炒啊炒，把鸡肉炒至变色，炒至外表金黄焦香，然后放一旁备用。砂锅里倒入少许油，放入葱姜蒜，煸炒出香味，然后开小火放入炒好的鸡块。再准备这种新鲜晒干的福建南绿岛小鲍鱼干，干鲍鱼比新鲜的更鲜美弹牙，家里囤一些，放冰箱冷藏可以储存好几年，可以红烧也可以炖汤，吃的时候放清水浸泡48个小时。再倒入屏幕上的这些调料，倒入1碗开水，扣盖水开小火煲40分钟，中途倒入福建老酒去腥增香。出锅后大火收至汤汁浓稠，哇，真的太香了！这样的鲍鱼鸡肉包真的是又鲜又香，妥妥的一道硬菜。汤汁用来拌饭一次3碗不过瘾。福建特色五香卷都爱吃吧，但是好多人不会做。其实做法很简单，1分钟学会。首先准备10个马蹄切碎碎的，400克的猪前腿肉剁成肉末，再切一把葱花，调味加盐、鸡精、白糖、五香粉、生抽。打入1个母鸡蛋，再加1碗地瓜粉，用我的小手抓拌，抓拌至肉馅上劲成黏黏的状态即可。五香卷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头层豆皮了，它是裁剪好的，薄度刚刚好，而且非常好包，不易破。取2把肉馅整理平整，再像视频这样的把它包起来，然后放入蒸锅里，底下铺一块纱布，水开上气蒸10分钟。您瞧瞧，就是这么简单，放凉后再把它切成小段。可以直接吃，也可以把它煎至八面金黄，焦香酥脆，太香太好吃。喜欢吃五香卷的赶紧动手试试吧。往紫菜里倒入海蛎，出锅就成福建特色紫菜炸海蛎，外酥里嫩，香香脆脆，真的太好吃了。首先准备10块钱的海蛎，再准备这种头水紫菜。头水紫菜鲜嫩脆口，口感细腻，营养价值特别高。放清水浸泡挤干水分，加入豆腐、胡萝卜、葱花。打入1个鸡蛋，加盐、鸡精、白糖、胡椒粉，再来点香油，倒入1碗地瓜粉，用手把豆腐先捏碎，再充分的抓拌均匀，然后倒入海蛎，用手温柔的搅拌均匀，别把海蛎弄破了。起锅烧油，用筷子放入，立即冒泡泡时就可以放入海蛎炸了，一勺一勺的挖进去，油温要高一点才不会粘锅。煮至定型糊起，用筷子翻动一下。把它炸至外表金黄酥脆，就可以捞起沥干油。这样福建特色紫菜海蛎炸就做好啦，香香脆脆，太鲜太好吃了。紫菜瘦肉羹，我家隔3差5就要喝，家里有娃不爱吃饭的要经常做。梅花肉里加入盐、鸡精、胡椒粉2勺，地瓜粉使肉更嫩，加少许开水，用手抓拌均匀，这样腌制出来的瘦肉不易偷浆。油热放入1把小虾米炒香。倒入1瓢闽江水，水开把瘦肉片一片一片的挖进去，加盐、鸡精、胡椒粉调味，
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福建霞浦的头水紫菜，这个是今年的头水紫菜，鲜嫩脆口。头水紫菜正当季，家里囤一些可以煮汤凉拌炸着吃。干季的紫菜煮出来很绿，随便煮个1分钟就可以出锅啦。再撒一些迷人的小葱花，加一勺葱油，汤鲜味美，营养丰富，瘦肉滑滑嫩嫩，这样的汤一次喝3碗不过瘾。蛏子别老是炒着吃了，做成福建特色蛏子苦瓜羹，太美味，清清凉凉。剥去壳的蛏子倒入一勺地瓜粉，用筷子温柔的搅拌均匀。再准备半个苦瓜，刮去白色的膜，这样煮出来的苦瓜就不会苦了。用刀切成小丁，锅里倒入刚才煮蛏子的水，然后放入苦瓜。准备这种长得像头发一样的海花蛏，它是长在海里了，用来煮汤非常的营养鲜美。再把腌制好的蛏子一只一只的挖进去，调味加盐、鸡精、胡椒粉，煮至定型，用铲子推动一下，最后倒入半碗水淀粉勾芡就可以出锅啦。汤鲜味美，清清凉凉，特别好喝的一道汤，喜欢的赶紧动手试试吧。福建特产咸甘榄是个宝贝，小时候喉咙不舒服有咳，妈妈就用咸甘榄炖汤给我们喝，汤汁清甜，特别好喝。首先准备腱子肉、鲍鱼。再准备这种福建咸甘榄，它是由新鲜的橄榄用盐腌制，家里备一包，每次火气大、喉咙不舒服可以泡水喝，也可以炖汤。它比较咸，先用清水泡2分钟，炖盅里放入腱子肉，然后放入鲍鱼时汤更鲜美。放入咸甘榄1颗2颗都可以，再倒入浓糊3钱8分满即可。接下来放入蒸锅里，水开上气蒸40分钟。这样炖出来的咸甘榄鲍鱼汤不加任何调料，汤都很鲜美。冬季干燥都炖给家人喝一喝，好处多多。我们福建人都爱吃的红菇海鲜柿粉，它是用红薯粉做的，口感 Q 弹爽滑，非常好吃。这款福建特产柿粉，它是由地瓜粉做的，配料表很干净，也就是红薯粉，平时囤一些可以做成酸辣粉。油热倒入五花肉，煸炒出油脂，再倒入葱末炒出香味。再倒入1碗清水，家里有条件的加入5毛钱的红菇，倒入泡好的红薯粉和自己爱吃的海鲜，再大火把它煮开，调味加生抽、盐、鸡精，最后放入青菜、葱花，煮至断生就可以出锅啦。这样做的海鲜柿粉汤鲜味美 ，QQ 弹弹，清凉去火。很多人都没来过厦门，但厦门网红餐厅的这道黑蒜老鸭汤一定要试试。汤汁鲜美，非常好喝。首先准备半只番鸭、几个蛤蜊，放入冷水下锅焯水，放入姜片，倒入料酒去腥，焯好捞起一入砂锅里，再放入1块老姜。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黑蒜，常吃黑蒜好处多多，健脾亏胃消炎。它的好处大家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，直接吃香甜软肉，用来炖汤非常鲜美。一次放2、3颗，加清水。扣盖水开小火煲1个小时，然后加入蛤蜊再煮5分钟，时间到真的是满屋子的飘香，再加枸杞、盐、鸡精调味，汤鲜味美，好处多多，冬天天气干燥都煲给家人喝喝吧。紫菜里倒入海蛎，没错，这就是福建人隔3差5就要吃的紫菜海蛎包，吃一次就念念不忘的。我选用的是这款霞浦正宗的头水紫菜，头水紫菜又鲜又嫩又脆。它不带调料包，价格也很实惠。取一片头水紫菜放入锅里，把它2面煎成绿色，这样就成海苔啦。然后把它撕成小块，放入砂锅里，煮热，放入五花肉，煸炒出油脂，再倒入葱蒜炒出香味。接下来倒入1碗清水，调味加1勺生抽、虾油、1小勺盐、鸡精、适量的胡椒粉。煮开后把汤倒在紫菜的上面。再倒入海蛎，放一些红椒和蒜叶，扣盖水开小火煲3分钟，这样具有福建特色的紫菜海蛎包就做好了。再撒一些迷人的小葱花，相信我真的超级好吃，不信你也可以试试。汤汁鲜美，紫菜滑滑嫩嫩。很多人都说我的3个孩子都长得很高，那是因为我会经常弄这道汤给他们喝。准备1块腱子肉切花刀，炖盅里放入排骨、腱子肉，外加太子参、黄芪、麦冬、无花果、蜜枣，这些都是不皮不ขี้的好材料。洗干净放入炖盅里，一次性加满清水，扣盖放入高压锅里隔水炖，水开上气压30分钟，
出锅加盐和枸杞调味，这样炖出来汤汁清甜，孩子很喜欢喝。每个周末安排起来，可以跟猪心炖，也可以跟鸽子炖。这是我家3个儿子都喜欢吃的下饭菜，就是这个贝德湖榨菜心，它口感鲜香，不咸不淡。全部采用的是榨菜心部分，特别的脆嫩爽口。早餐配稀饭或者拌面条都非常的好吃。孩子的成长期，做父母的千万不能错过啦！我家孩子学习压力很大，所以每周我都会炖这道福建特色一格汤给他喝。一哥剩9鸡，准备1只老鸽剪去5间，再准备1块腱子肉切花刀，倒入1小勺盐，用手抓拌均匀，入个底味。再准备这种闽南一汤炖盅，它分内味2档。炖盅里放入太子参、黄芪、麦冬、无花果、蜜枣，这些都是补脾补气的好材料。扣上内档，放入腱子肉和鸽子，千万不要加1滴水，放2片姜。扣上盖子，铁锅里放入铁架，放入铁锅里隔水炖90分钟。没错，这就是福建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汤做法，它的作用太厉害了，不加1滴水滴出的汤汁都是精华。成长期的孩子要多喝，补充营养。福建特色美食香煎巴浪鱼干，鱼干咸香有嚼劲，越嚼越香，越香越爱吃。首选这种新鲜晒干的巴浪鱼，去头去骨去内脏，品质好，每一只都很大个。油热放入五花肉，煸炒出油脂，然后铲出备用。锅留底油，放入巴浪鱼煎，中火把它煎至两面金黄焦香，然后放入姜蒜、红椒、五花肉、花生米。调味加1勺生抽、福建老酒，再撒一些白糖提鲜，随便翻炒个3、5、7、8下就可以出锅啦！真的太香了，咸香有嚼劲，配饭配粥下酒都超好吃。铁锅炒菜总是粘锅怎么办？教你一个小技巧，不粘锅不生锈。很多朋友问我有没有好用的铁锅，今天它来了，这款老式无涂层铁锅，它不粘锅不生锈，底部是平的。电磁炉和明火都可以用，先用洗洁精把它清洗干净，然后擦干水分，先用大火把它加热至冒烟，再倒入食用油，把锅均匀的润一下，然后用油涂抹全身，静置6个小时就可以用啦。想要铁锅炒菜不粘锅，一定要热锅里倒入冷油，把锅润一下，油热再打入鸡蛋，这样不管是煎鸡蛋、煎豆腐、煎鱼，它都是不粘锅的。这款铁锅非常的好用，煎什么都不粘锅，非常的顺滑，质量好，很厚实。自从用了这口锅，我就不想用其他锅了。锅好用，炒菜就很轻松，炒出来就很香。喜欢的朋友安排起来吧。孩子想吃黑椒牛柳，再也不用去西餐厅了，教你在家做，比饭店的还好吃。首先准备1块牛肉，一定要逆着纹路切成条，这样吃起来才更嫩。想要牛肉滑嫩好吃，腌制是关键。好吃的关键就是外面西餐厅都在用的法式黑椒腌料，用它来腌牛排、猪排也都好吃，其他的什么调料都不用放了。油热倒入腌制好的牛柳，大火炒至变色，然后铲出放一旁备用。锅留底油，放入多一点的大蒜，炒至外表金黄，再放入红椒、牛柳、葱段，把它翻炒个3、5下就可以出锅啦。这样做的黑椒牛柳鲜香滑嫩，做法简单，比西餐厅的还好吃，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哈。福建街头牛肉馆的经典牛排汤，周周必点，其实做法一点都不难，只要多加这一步，在家也能做出跟牛肉馆一模一样的牛排汤。31斤的牛排，冷水下锅，放入姜片，倒入料酒去腥，大火煮开后，直接在盐汤中清洗干净，再移入砂锅里。牛排汤好喝的关键就是这个搭配好的食材，有当归、白芍、川芎、熟地，再来1块老姜，半碗味丝达，一定要加足量的开水，肉质才不会发柴。扣盖水开，小火炖70分钟，哇，真的太香了，这味道跟街边牛肉馆的一模一样。冬天继母要多煲这套牛排汤给家人喝，可以跟花鸭炖，也可以跟猪蹄炖。如果你吃饭没有胃口，就一定要试试我们这道福建特色酸辣猪皮炒白菜。起锅烧水，倒入料酒，倒入猪皮，焯一下水，去除臊味。热锅冷油，倒入五花肉，把它炒出多余油脂，再倒入姜蒜辣椒，炒出香味。倒入白菜，稍微的炒一下，倒入猪皮，大火炒1分钟，炒出香味。加入盐、鸡精、白糖，多一点的香醋，再来1勺生抽，把它翻炒均匀。
最后倒入半碗水淀粉冲断，翻炒均匀即可出锅。酸辣够瘾，开胃又下饭，这道菜一上桌，全家人就把它秒光了。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哈。莴笋干炒五花肉，这道菜我家隔三差五就要吃，清脆爽口，比吃红烧肉还香。我特别喜欢吃这种莴笋干，它是干品易保存，没有任何的添加剂。倒出来有一股清香，吃起来脆嫩爽口。用温水提前浸泡30分钟，然后准备一块上等的五花肉，切成半厘米的厚片，再切成条。莴笋干浸泡一下就会变得很多，再把它挤干水分备用。锅烧热，倒入少许油，倒入五花肉，煸炒出油脂，倒入姜蒜辣椒，炒出香味，倒入莴笋干，大火炒1分钟，炒出香味，加盐、鸡精、生抽、料酒，把它翻炒均匀即可出锅。这样炒的莴笋干太香太下饭了，比吃大鱼大肉还香。没有吃过莴笋干的朋友一定要试试哦。碗鸡肉里倒入鲍鱼，出锅就成福建特色的一道硬菜，鲜美弹牙，再也不担心孩子挑食了。首先调个料汁，配方打在屏幕的上方，再搅拌均匀备用。锅烧热，倒入少许油，油热倒入鸡肉，大火煸炒，炒出香味，炒至外表焦香，然后放一旁备用。砂锅里倒入少许油，放入葱姜蒜，炒出香味，然后铲入炒好的鸡块。再准备这种福建南绿岛小鲍鱼干。干鲍鱼比新鲜的鲍鱼更鲜美弹牙，囤一些放冰箱冷冻保存，能吃几年不坏。可以炖汤，也可以红烧，浸泡48个小时，倒入锅里，倒入调好的料汁，再倒入1碗清水，扣盖水开小火煲41分钟，中途倒入适量的福建老酒去腥增香。哇，真的太香了！再把它收至汤汁浓稠即可。鸡肉滑嫩，鲍鱼鲜美弹牙，这样的鲍鱼焖鸡，我家孩子隔三差五就要吃。没来过福建的一定要试试我们这道福建特色红菇猪肝煮面线，营养简单又好吃。首先准备红菇猪肝面线，猪肝里倒入生抽、料酒1勺淀粉，用手抓拌均匀备用。红菇清洗干净。锅烧热，倒入少许油，放入葱末，炒出香味，倒入1碗米浆水，放入红菇先煮1分钟，再放入腌制好的猪肝，调味加盐、鸡精。再准备这种福建手工面线，一箱都是独立包装，非常的方便，煮出来滑滑嫩嫩的，非常好吃。当早餐、宵夜送人都很不错的。它很细，很容易熟的，煮个30秒左右就可以啦。最后倒入料酒，撒入迷人的小葱花就可以出锅啦。汤鲜味美，营养丰富，要趁热吃哦，不然它会越吃越多的。想要孩子的个头超过你，不要再吃餐期了，这道福建猪心汤才是经典。今天把秘方偷偷的分享给大家。在我们福建，猪心是个宝。28买了一个猪心，从中间切开，倒入1勺面粉，用手抓拌揉搓，用清水洗去血水，猪心整个炖会更嫩。加几颗蛤蜊汤更鲜。外加这个搭配好的不皮不气的好材料，有太子参、麦冬、黄芪、无花果、蜜枣，加纯净水扣盖，使它营养不流失。锅里倒入清水，放入架子，放入锅里隔水炖1个小时，也可以放高压锅压25分钟。出锅后加枸杞盐调味，这样炖出来汤汁鲜美，孩子很喜欢喝。我会经常炖给孩子喝。13岁的女儿个头已经超过我了，妈妈们周末安排起来可以跟排骨炖，也可以跟鸽子炖。往蛏子里倒入福建老酒，不加水不加盐，出锅就成福建经典美食，上周连汤底都不剩。准备20块钱的蛏子，倒入盐，食用油静置2个小时，吐泥沙，吐完泥沙清洗干净备用。再准备这种闽南一汤炖盅，它分绿味2档，绿档没有放进去，可以当炖锅用。家里备一个可以做滴露鸡、滴露鸭，给老人和孩子补充营养。把蛏子的2个角朝下摆在绿档的上面。尽量插紧实一点，这样在蒸的时候不会打开，能保留里面的水分。再插一些姜丝去腥，这个绿档刚好插1斤，放入炖盅里。再准备半碗福建老酒，把老酒倒入蛏子里，无需加盐和水，扣上盖子放入锅里隔水炖，水开中火蒸15分钟。这样福建老一辈传下来的老酒炖蛏子就做好啦。哇，真的太香了，全村人都能闻到香味。蛏肉鲜嫩多汁，老酒醇香鲜甜，不加1滴水，这1小碗都是精华。往滚烫的开水，放入面条，倒入海鲜，
就能做出福建人的经典豪华早餐，很多人都没有这样吃过。首先冷水放入面条，水开煮5分钟。我都是用这种厦门沙茶面，它是独立包装的，里面有搭配好的面条和沙茶酱包，做早餐和宵夜都不错。面条煮熟捞起，锅里重新注入清水，然后倒入沙茶酱包，再倒入自己喜欢吃的海鲜，水开煮个2分钟，再倒入面条。来点青菜更营养，把青菜煮至断生，家里有条件的再撒一些葱花，这样具有福建特色的厦门沙茶面就做好啦。汤鲜料足，味道非常正宗，以后想吃沙茶面不用去厦门了。天冷了，我每周都会炖3次这道汤给家人喝，汤鲜味美，特别的营养。10块钱的排骨，冷水下锅焯水，放入姜片，倒入料酒去腥，焯好捞起，用温水清洗干净，一入炖盅里。再准备这种高品质的茶树菇，茶树菇含有多种氨基酸，它的营养价值高于其他的食用，经常吃好处多多。我家里经常囤一些用来煲汤或者炒着吃，浸泡30分钟，清洗干净，一入炖盅里。来2片姜，加一些撑干，汤更鲜。在一入大锅里，一次性加满足量开水，盖上盖子，隔水炖1个小时。出锅后加盐和鸡精调味。再撒一些迷人的小葱花，汤鲜味美，营养丰富，茶树菇清脆爽口。喜欢喝汤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把猪油倒入巴浪鱼里，没错，这就是福建海边人喜欢吃的巴浪鱼做法，不加盐不加水，下饭下酒都超好吃。巴浪鱼我选择这种新鲜晒干的，去头去骨去内脏，品质好，每一只都很大个。用清水随便洗一下，放盘子里。放入姜片多一点的大蒜，倒入1勺料酒、生抽，来点白糖提鲜，半勺香醋。家里有条件的倒入1勺猪油会更香。水开上气蒸7分钟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呀？这样清蒸的巴浪鱼蒜香浓郁，越嚼越香，下饭下酒配粥都非常的不错。工作劳累，腰酸背痛，晚上经常上厕所，这道汤要经常煲来喝。准备一根10块钱的猪尾巴，现在的猪尾巴为什么都这么短呢？再来一个5块钱的猪腰，白色的筋膜一定要把它刮干净，不然有骚味的。先切成花刀，再切小块，冷水下锅焯水，放入姜片，倒入料酒去腥。水开撇去糊沫，焯好捞起，清洗干净，一入砂锅里。外加牛大力、杜仲、黑豆、桂圆肉，这些都是搭配好的好食材，用清水清洗干净。倒入砂锅里换1片老姜，倒入1勺福建老酒更温补，加足量的开水，扣盖水开小火煲50分钟。出锅加枸杞盐调味。家里人有腰酸背疼的、叶子没做好的，都可以经常炖这道猪尾巴、猪腰汤喝。您看好了，准备一个闽南一汤炖盅，炖盅里放入乌鸡、白凤凰、枸杞，扣上内胆，放入自己家养的新鲜乌鸡肉，不加盐不加水，放3片姜去腥，扣上盖子，放入高压锅里隔水炖，用高压锅压30分钟。没错，这就是福建代代相传的一鸡汤做法，不加一滴水，滴出的汤汁都是精华。加了乌鸡、白凤凰，女孩亲戚走后喝上几回，面露桃花。家里备一个这个一汤炖盅，用来做滴露鸭、滴露鸡，真的非常方便。经常熬夜加班，晚上应酬还喜欢喝点小酒的，这道福建特色小肠汤要经常喝一喝。小肠里倒入白醋、盐、面粉，用这3种食材就能轻轻松松的把小肠清洗干净。然后冷水下锅焯水，加几块排骨，放姜片、料酒去腥。焯好捞起，清洗干净，再把猪小肠都打个结，这样吃起来更 Q 更有肉感，用剪刀剪小段方便食用。然后一入砂锅里，外加这个搭配好的好材料，有洋甘草、西洋参、麦冬、无花果、蜜枣、枸杞，清洗干净放入砂锅里，一次性加满开水，扣盖水开小火煲1个小时。出锅加枸杞盐调味，也可以直接煮水或者跟鸡鸭一起炖。俗话说肝漂亮脸蛋就漂亮，喜欢熬夜喝酒的这道汤要经常喝，好处多多。把姜片、老酒倒入鸭肉里，出锅就成福建经典名菜。全程不加一滴水，连骨头都是香的，很多人都没有吃过。准备半只方鸭，倒入1勺面粉，用手抓拌揉搓2分钟，再用流水洗去血水，沥干水放盘子里。好吃的关键就是这个搭配好的姜母鸭调味酱，很多酒店都在用它，味道非常正宗。
倒入一包，用手抓拌均匀，再腌制20分钟。锅里倒入半碗麻油，再倒入200克的带皮老姜，小火煸炒，把水分炒干，这样才香。先夹出一半备用，再把腌制好的鸭肉铺在上面，再倒入老姜，不用加一滴水。倒入一碗福建老酒，扣盖水开小火煲40分钟。中途要翻2次面，这样做的姜母鸭香味香到整条街，特别适合立冬后进补。把茶油倒入鸡蛋里，出锅就成福建特色美食。味酥味甜，别为迷惑呀！这个蛋要经常吃一吃。首先碗中打入3个土鸡蛋，倒入1勺茶籽油，用筷子打散备用。再准备这个永春老品牌羊皮鳝，黄色的是小孩吃的，红色的是大人吃的。应用味酥味甜味定，这个羊皮鳝非常的有味。倒入1.5杯的温水里搅拌均匀。它不苦的，有一股猪骨粒的香味，也可以炖排骨、炖猪肚或者直接泡水喝。倒入碗里，盖上保鲜膜，防止出蜂窝。再放入蒸锅里，水开上气蒸15分钟。出锅加生抽和葱花调味。这样做的茶油蒸鸡蛋又香又滑嫩，暖心又暖胃，家里有胃不好的朋友收藏啦。把糯米醋倒入猪脚里，不加一滴水。没错，这就是广东人坐月子要吃的猪脚姜。冬天怕冷的女孩子要吃起来暖心又暖胃。准备200克去皮的老姜拍碎，倒入锅里把水分炒干。烧好水的猪蹄也炒干水分，炒出香味，然后一入砂锅里。倒入老姜，再来几个鸡蛋，然后倒入做猪脚姜的专用糯米甜醋，零添加，不含防腐剂。它添加了红糖，酸甜度刚刚好。把它倒入砂锅里，不用加一滴水。扣盖水开小火煲50分钟，浸泡1个小时更入味。冬天怕冷的要喝起来，喝完身体暖乎乎。周末在家，孩子想吃西餐厅的口蘑黑椒牛肉粒，妈妈们赶紧做起来吧！做法简单，大人和孩子都爱吃。买回来的牛肉先切厚片，再切成小方块。牛肉想要鲜嫩好吃，腌制很重要。这是我家回购多次的华式黑椒牛排腌料，是大厨按照比例调配好的，1斤肉只要放1包。再倒入1勺食用油，抓拌腌制30分钟。有条件的再切一些口蘑。油热倒入牛肉，翻炒至变色备用。这也是牛肉鲜嫩的关键。锅留底油，倒入大蒜，翻炒至6面金黄。倒入口蘑，大火炒至断生。再倒入牛肉，大火翻炒均匀入味即可出锅。鲜香滑嫩，味道一点都不输西餐厅的。喜欢的赶紧动手试试吧。把茶油倒入巴浪鱼里，没错，这就是福建人喜欢吃的巴浪鱼做法，咸香有嚼劲，下饭下酒都非常好吃。巴浪鱼我选择这种新鲜晒干的，独立包装，干净卫生，去头去骨去内脏非常的方便，品质好，每一只都很大个。把它清洗一下，然后放入姜丝。多一点的大蒜、豆鼓、白糖，倒入1勺生抽、料酒、香醋，有条件的倒入1勺茶籽油会更香。喜欢吃辣的放点小米椒。水开上气蒸7分钟，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呀？这样的豆鼓蒸巴浪鱼味道鲜美，越嚼越香，下饭下酒配粥都非常的百搭。每年的这个特殊时期，小时候喉咙不舒服有咳，妈妈就会用福建咸橄榄炖汤给我们喝，清甜回甘，非常好喝。1块钱的瘦肉切薄片，咸橄榄是个宝。准备这种新鲜采摘的橄榄，用盐腌制的。家里常备1包，火气大，喉咙不舒服可以泡水喝，也可以炖汤。取几颗洗去盐分，炖盅里放入瘦肉，放入2颗蛤蜊，汤更鲜美。再放入咸橄榄1颗2颗水里的便。加纯净水8分满即可，然后放入蒸锅里隔水炖，水开上气蒸30分钟，不加任何调料，这样炖出来的咸橄榄瘦肉汤都非常的鲜美。冬季特殊时期都炖给家人喝喝吧。没来过福建的一定不能错过这道闽南街边的招牌牛排汤，在家也能做出街边的味道。31斤的牛排，冷水下锅焯水，放入姜片，倒入料酒去腥。大火煮开，焯好捞起，用温水清洗干净，一入砂锅里。牛排店好吃的秘方就是这个，有当归、白芍、川穹、熟地、老姜，再来1勺味士达。有条件的一定要加入开水，肉质才不会发柴。扣盖水开小火煲80分钟。哇，真的太香了，这味道跟街边牛肉馆的一模一样。立冬后进补多煲这道牛排汤给家人喝，可以跟鸭子炖，也可以跟排骨炖。在我们福建呀，每年过年家家户户都会做年糕吃，
尤其这个红糖年糕很受欢迎。今天把详细配方和比例告诉你，这样做香甜软肉不粘牙。首先碗中倒入150克的红糖，150克的开水，用筷子搅拌至化开。玻璃碗中倒入350克的糯米粉，50克的玉米淀粉，然后倒入红糖水，再倒入250克的纯牛奶，用打蛋器拼命的搅拌至顺滑无颗粒，然后倒入30克的玉米油，继续搅拌至融合在一起就可以啦。母鸡里铺一张油纸黄粘，没有油脂的可以刷一层油。倒入面糊，撒一些黑芝麻，再放入蒸锅里，水开上气，中火蒸30分钟。记住了，起出后一定要把它彻底的放凉，不然很难脱模。最后根据自己的喜好切成喜欢的形状就可以开吃啦。我建议大家可以先收藏这个配方，因为再过2个月就要过年了，到时候放假就可以做给家人吃啦。女人气血不足，手脚冰凉，这个冬天要经常吃这道桂圆烧蛋，喝完暖暖的。桂圆干我选择这种品质好的，它是由新鲜的龙眼晒干的，每一颗都很大个，一大袋能吃好久。用我多年的内功把它无情捏碎，看着肉很厚很新鲜。锅里倒入1碗清水，放入剥好的桂圆肉，盖上盖子咕噜5分钟，然后碗中倒入少许清水，打入1个鸡蛋，要先关火再倒入鸡蛋，这样鸡蛋才不会散。再盖上盖子先焖2分钟，然后放入红糖，来点枸杞。鸡蛋定型后再开火煮5分钟，这样我的桂圆烧蛋就做好啦。汤甜味美，营养滋补，大人和小孩都可以喝的。学会收藏起来做给老婆吃吧。把茶油倒入巴浪鱼里，不加盐不加水。没错，这就是福建海边人从小吃到大的巴浪鱼做法，下饭下酒都超好吃。巴浪鱼我选择这种品质好的，每一只都很新鲜，去头去骨去内脏，非常的方便。倒入清水认真的洗一洗，然后沥干水放盘子里，来点大蒜、姜丝，倒入1勺生抽、料酒，来点白糖提鲜，家里有条件的倒入1勺茶籽油会更香。水开上气蒸8分钟，是不是很简单呀？这样清蒸的巴浪鱼味道鲜美，越嚼越香，下饭下酒配粥都非常的不错。古代传承下来的膳食配方有几千种，很多人别说几千种，就是100种50种都不知道，哪种膳食用什么材料，都有什么作用都不知道。但是我要让许多老百姓都看到这本书，它收录了1000多种膳食配方和做法，书里的每一个配方的食材组合都有图文翻译，而且每种食材用多少量都有说明，膳食的搭配都有详细的介绍，轻轻松松掌握膳食的技巧，学会以后想做哪种膳食就做哪种膳食，这个就像小学生查字典一样的方便。那有用的书才是好书，喜欢的点击购买。13岁的女儿1.67米，个头已经超过我了，经常有很多妈妈问我给她吃了什么，我每周都会炖这道猪心汤给她喝。38买了一个猪心，从中间切开，然后冷水下锅，放入排骨焯水，放入料酒、姜片去腥，焯好要用温水清洗干净，移入炖盅里。猪心整个炖会更嫩，外加麦冬、太子参、黄芪、无花果、蜜枣，这些好食材都是不皮不气的。洗干净放入炖盅里，放入姜片，再倒入开水没够食材，扣盖使它营养不流失，再放入大锅里隔水炖。水开中火炖50分钟，出锅加盐和枸杞调味。这样炖的猪心汤，汤汁清甜，孩子很爱喝。家里有孩子的要隔三差五的炖一炖，好处多多。下次可以炖鸽子、炖排骨。好汤汁都是溢出来的，没错，这就是福建人代代传下来的滴露鸭，不加一滴水，滴滴都是精华，经常做给孩子吃，补充营养。这个是做滴露鸭的专用炖盅，分绿味2档，它既可一汤又可以做炖锅，非常的好用。炖盅里放入太子参，扣上绿档，放入鸭肉。这个炖盅还可以做一鸡汤、一鸽汤，记住了，不用加一滴水，撒99粒毛毛盐，放2片姜。扣上盖子，留点缝隙，放入大锅里隔水炖90分钟，也可以换高压锅压30分钟。这是聪明的福建老一辈传下来的做法，不用加一滴水，汤汁很清甜，非常的营养。家里有孩子的要隔三差五的炖一炖，好处多多。在我们福建呀，莴笋干非常的受欢迎，吃起来嘎嘣脆，跟五花肉搭配是绝配，下饭下酒都不错。这种莴笋干的保质期是1年，用温水浸泡半个小时。它的配料表很干净，浸泡一下就能泡出好多出来。然后准备一块上等的五花肉，切厚片，再切成小方块。油热放入五花肉，煸炒，中火不停的炒，把五花肉炒出多余油脂。再放入姜蒜、辣椒，炒出香味。
倒入莴笋干，大火炒1分钟，炒出香味。调味加生抽、料酒、蚝油、盐、鸡精，再把它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啦。这样炒的莴笋干清脆爽口，搭配米饭一次3碗不过瘾。巴浪鱼别老是清蒸了，教你福建海边人喜欢吃的做法，咸香有嚼劲，配饭配粥配啥都好吃。首选这种新鲜晒干的巴浪鱼，去头去骨去内脏，品质好，每一只都很大个。倒入清水洗一洗，热锅冷油，油热倒入巴浪鱼煎，用中小火慢慢的煎，煎至一面金黄，翻一面煎，把它煎至2面金黄，然后倒入姜蒜、红椒，炒出香味。调味只要倒入1勺福建老酒、生抽，最后放入蒜苗，把它炒至断生就可以出锅啦。真的太香了，这样的香煎巴浪鱼越嚼越香，下饭下酒配粥都超好吃。女儿13岁，个头已经超过我5厘米了。孩子长身体，你就像我这样做。准备鸽子和瘦肉，放入盐、姜片，右手抓拌均匀，去除腥味。再准备一个1汤炖盅，它分内外档，它既可1汤又可以煲汤。炖盅里放入高丽参、扣3内档，再放入切好的瘦肉和鸽子，一哥剩9鸡，鸽子的营养非常丰富。扣上盖子，留点缝隙，放入锅里隔水炖80分钟。没错，这就是聪明福建老一辈传下来的一哥汤做法，不加1滴水，瘦肉和鸽子的精华都在这里。成长期的孩子要多喝，补充营养。